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好，那么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4号，我们今天来学习新 HSK 第2集的词汇。有没有发现老师说话比较慢？因为今天是 HSK 第2集的词汇。好，那么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理查老师。那么我们今天学习2个很简单的词汇，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早一点下课。好，那么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每天跟理查老师学习中文。每天晚上台湾时间，每天晚上的9点准时在 YouTube Richard Chinese Languag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哦，碧儿，嘿，还有立新，还有很多同学哦，双燕，还有这些同学我不太晓得你们有没有中文名字哦。好，然后这个慧君裴静来了，欢迎裴静。还有这位同学你好，还有 Zenega， 还有春娇，好，还有 Daniel， 欢迎。好，那 Charles 欢迎。好，那么我们先练习中文的数字哦。好，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Hello， 林子来了，欢迎。好，10009，中文要怎么说？再看一遍，10009。好 ，Hello Toyo， 欢迎10009。好，这个数字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可能你们会说错哦。好，这位同学叫安安，你好。好，Hello Simon 来了，欢迎 Simon， 还有美莲。好，立新说10009，答对了。裴静、林子10009，很棒。你们千万不要说老师我会10009。好，我们只需要说一次0就可以了。对，10009步。宋平，好久没有看到宋平了哦，最近比较忙，对不对？还有慧君，再摇一次是不是？再摇一次变成10010，对不对？再加一步就变成10010了哦。好 ，OK，Redwa 10009，好 ，OK， 那很棒哦，大家都答对了，非常好。那么我们来上课吧。好，今天我们来学习2个非常重要但是也很基本的词汇，请跟我念一遍：和。第2个词汇湖。好 ，Hello Olena， 欢迎佳佳，还有 Mandarin， 嗨，今天老师跑了10009步，答对了。和湖，我们先来看第1个词汇河，非常简单，就是 river。OK，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句子，我家前面，好，前面好像就是 front， 对不对？有一条河，我家前面有一条河，有就像是英文的 there's there are， 有一条河，河里有很多鱼一样 there's there are， 河里有很多鱼，很多就是不少，我们中文也可以说不少所以你常常也听到我们说有不少鱼，好，不少就是很多的意思，很多不少就像英文的 a lot of。 好，阿威发现了我说话比较慢，因为今天是 HSK 第2集的课。好，我再念一遍，我家。好，有人问老师说，老师可不可以说我的家？当然可以，不过在口语中我的家其实都会说成我家就可以了，我们会把的给省略掉。像亲戚、好朋友、家人，我的妈妈，你可以说我妈妈。我的好朋友，我们就不会说我好朋友，通常不会加个形容词。我的朋友，朋友一般会加个的
朋友一般会加个的，可能是你比较亲近的家人，我妈妈、我弟弟、我爸、我姐、我哥的都可以省略 omit 啊，我的家的也可以省略哦。好 ，OK， 老师刚刚说省略这个词哦，你们一定要会，老师常常会说就是 omit like delete，OK，好，省略，什么字可以 omit 可以省略，就是你可以不说，可以不用，叫省略。好，我喜欢去河边钓鱼，很有趣。这个句子很棒啊，月莹。好的，老师再念一次，省略。老师上课的时候常常会用这个词汇，所以你一定要记起来，就是 omit or delete 哦。好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其实呢，诶，怎么多了这一页？这一页是多的。好，老师把这页去掉。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一些常见的河。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些河流的名字？老师刚刚说的河流，其实也可以哦。河流就是 river 一样的意思。好，所以我不管讲河或河流，都是 river 的意思啊。好，那么是什么意思啊？省略的意思就是可以不用说，可以不用说。我的家的可以省略，就是可以不用这个的啊。omit 就是英文的，就是中文的省略啊。好 ，Hello 蓝墨来了，欢迎蓝墨。好，这位同学你好。好，黄河，黄河呢是在中国境内的一条河流 ，Yellow River， 应该有听过，对不对？很有名的一条河。另外一条在中国非常有名的河叫长江，长江是中国境内最长的河流啊，叫长江。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条河，你们有没有听过 Nile River？ 尼罗河。尼罗河在哪一州？你们知道吗？尼罗河是全世界最长的河流，它在哪里？你们知道吗？黄河在中国境内，尼罗河在很多国家尼罗河流经很多国家。那尼罗河很好，在非洲非洲不是法国，是非洲。那它的出海口在埃及老师说话有点快。老师刚刚说出海口，什么叫出海口？就是一条河流最后会流到海里面去。一条河流最后会流到海里面，这个部分就叫出海口。林子刚刚说的埃及就是尼罗河出海口的地方的国家，所以尼罗河对，埃及也属于非洲，没有错哦。尼罗河是在非洲的河流，它也是全世界最长的河流 ，the longest river。OK， 好，再来莱茵河。莱茵河在哪一州？你知道吗 ？Rhine River， 莱茵河，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美。中文这个名字是很美很美的名字莱茵河在哪一州？在欧洲，对不对？欧洲，那它流经很多国家它流经很多国家，应该不止德国莱茵河应该不止德国吧？流经很多国家老师刚刚说流经就是 like flow across，它经过非常多的国家，我们中文可以说流经很多国家好的，流经很多国家OK， 对，欧洲非常好。红河是越南最有名的河流，红河非常有名，对不对？它在越南是一条很有名的河流。有没有发现老师刚刚用的什么量词？条，一条河。
所以特别注意，你一定要知道河的量词是条，一条河、两条河，你不要说一个河，我们中文不会说一个河，我们说一条河，条是用在比较长的东西上面啊，一条河。对，莱茵河在欧洲流经很多国家啊，流经很多国家。好，那各位同学，你们可不可以想到，在你们的国家有没有很有名的河流呢？有没有 famous rivers in your country？ 你们国家有没有很有名的河流呢？好 ，famous， 对，流经或经过也可以啊。一般我们用流经，大家一听就知道是河哦。那刚刚有人问河跟江有什么不一样？一般来说，江比河还要宽，还要大条，江比河还要大条。另外就是江一般是用在河流的名字上比较多啊，江我们一般比较少用，河是很常用的，江比较正式的用法，通常江面会比河面还要宽哦。好 ，OK， 好，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呢，你们国家有很有名的河流，你可以告诉老师啊，像美国很有名的河流是密西西比河，非常有名，密西西比河。然后林子说，墨田川是日本的河流，对不对？然后裴静说湄南河很有名，湄南河很有名啊，是泰国很有名的河流。湄南河上是不是有水上市场，对不对 ？Wet market， 对不对？啊，湄南河非常有名啊，非常有名。九龙河是越南最有名的河流哦，是九龙河啊，我以为是红河诶，红河也很有名啊。啊，泰国有湄南河，对，好 ，OK，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另外呢，我们来学习一个河或河流常见的一个形容词，叫清澈。这个词比较难，清澈表示这个河流的水很干净，没有杂质，就是没有一些脏东西，或者是没有污染。所以如果河流很清澈，那么表示这条河流很干净哦。那我们用清澈可以用水很清澈，表示这个水很干净。河流很清澈，湖很清澈，你也甚至可以说眼睛，你的眼睛很亮，很清澈，很有神啊。清澈也可以用在眼睛上面啊。所以特别请大家把这个形容词学起来 ，clear 清澈 ，for water, for river, for lake, even for your eyes。OK， 清澈。好，我们来做题目。什么什么非常清澈，可以看见河底的石头，底就是 bottom， 河底的河流底下的石头。河底的石头。好 ，OK， 答案是什么？哦，波河是意大利最有名的河，很棒哦。好 ，OK， 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这题的答案其实有两个都可以了啊，有两个词汇是可以的。越南最有名吗？还是很有名？湄公河有经过越南，对不对 ？OK。好，河水非常清澈，可以看见河底的石头。河水非常清澈，可以看见河底的石头。非常好，答对了，非常好。如果你要说河流非常清澈也可以了啊，没有什么不行啊。不过最好的答案是河水非常清澈，可以看见河底的石头。好，很棒啊。好的，我们再来看，对，河流也可以，没问题，河流也可以，河流非常清澈也可以。好，我们看下一题，在什么什么边，通常就是在什么东西的旁边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说在什么什么旁边。好，比如说Simon 在我旁边，那表示 Simon 在我 next to me
Simon 在我旁边，表示他离我很近，对不对？边就是 side， 旁边或边就是 by one's side，旁边而已好，清洁清洁有比较多的意思了清洁一般还可以当动词，这个我们今天要清洁一下我们的这个厕所。清洁就是可能更仔细的去把它清理干净所以清洁通常是把脏的东西变成干净的东西，这个我们叫清洁所以一般清洁可以当动词使用当动词使用。好，今天讲地理课。好 ，OK，乔马懂了吗？一般来说，清澈一定是一个形容词，清洁是一个动词，就是把一个脏的地方把它弄干净好，他和太太在什么边散步？刚刚忘了讲河岸，对不对？河岸就是河流的两边，叫河岸好，散步就是 take a walk， 我们有时候早上可以去运动，也可以去公园散步他和太太在河岸边散步，他和太太在河流边。我们一般不会讲河流边，我们一般会讲河岸边，河岸边散步河流边有点奇怪。好，各位同学，我们有两种说法 ，like the riverside， 我们中文可以说河边 ，OK， two uses。第二种叫在河岸边有两种说法。你可以说他和太太在河边散步，或者他和太太在河岸边散步，但是我们中文不太说河流边，听起来很奇怪，很奇怪好，我们的正确答案是河岸边散步，或者你可以说河边散步，也可以突然太太把老公给推下去，那太太就可以领保险金，对不对？Can take the insurance, right？ 好，这个不可以这是不好的行为林子，你是不是很想做这件事情？好 ，OK， 那这个其实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可以跟你的伴侣，你可以跟你的老公、跟你的老婆，或者跟你的小孩在河岸边散步，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非常幸福的事情。对，这是家暴，这是谋杀，不是家暴。这个林子这个行为不是家暴而已了，它是谋杀，它是个 murder 家暴就是 domestic abuse， 谋杀就是 murder 最近有很多情侣，对，情侣也很喜欢在河边散步。哇，理查老师觉得呢，在河边散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比去餐厅吃烛光晚餐还浪漫多了。你们觉得呢？我觉得在河边散步比去烛光晚餐还浪漫呢。鱼在河水里游来游去佳佳很想住在河边。住在河边非常的舒服，对不对？很棒，很舒适他的太太和他的老板在河岸散步呀，可以可以了你们都有一些非常奇怪的想法。好朋友也可以在河岸散步对不对？不一定要夫妻，不一定要情侣，好朋友也可以在河边散步，对不对在河边散步可以放松你的心情好，来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如果你觉得理查老师的课很棒、很好、很喜欢，每个月$2 $2 per month， 你可以支持老师，成为我的 YouTube members 小土豆 Small Potatoes， 非常感谢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词汇湖。好，那周迪来了。周迪喜不喜欢跟女朋友在河边散步呢？好，
那湖就是 lake。好，湖跟河不一样，河是长条的但是湖呢，一般来讲是四面封闭的它的四面是封闭的，周围或者我们说四面是封闭的，被陆地like surrounding by land， 这个是被陆地给封闭住的这个叫做湖。好，湖跟河流不一样，河流是长条的，而且一般呢它会流到海里面去，一般河流最后的出海口是会流到海里，但是湖呢，它的周围它的四面是被陆地 land 所封闭住的， surrounded by land， 被陆地给封闭住的所以湖 lake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Mandarin 昨天在湖边看鸟听起来很棒耶，很好的感觉。对湖的量词比较多，老师刚刚说河的量词大家还记得吗？河的量词是用条，但是湖的量词呢，你可以说一片湖，你可以说一个湖这两个是最常用的，一片湖一个湖我个人比较喜欢用一片湖，片 like a piece 那个感觉我个人比较喜欢一片湖，也有人说一个湖一片湖感觉很 poetic， 很浪漫，很诗意。好，我们英文说 poetic poetic 就是中文要说诗意，就是很浪漫，很诗意poetic。这片湖，哇好像你在讲一面镜子，一面湖，有人会说一面湖啦一面湖也有人说。如果说一面湖的话，讲的就是这个湖好像镜子一样一面湖，感觉这个镜子感觉这面湖很光亮，很平静，好像一面镜子一样。镜子也是用面这个量词一面镜子，一面湖也有人会这样说。好 OK 没问题吧？好，所以各位同学你就记得有这些量词，就是一条河，湖用一片湖，一个湖或一面湖。如果你用一面湖，你讲的是哇这片湖水好像镜子那么圆，这么亮，这么光滑好 OK 我们看句子，小李常到这片湖里游泳。小李常，我们在 HSK 第一集学过 often 常常，其实我们在口语中常常只用常 only one 常，可以，你可以说常常到，你也可以用一个常就好了好，小李常到这片湖里游泳。好 OK 好的，片就是湖的量词这片湖的水很深，这个句子很好不是一条湖不能说一条湖，一条河，一条河，一面湖，一片湖。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汇，刚刚有说过了，有名的 famous 有名的。好 like famous noted yeah 好，湖泊，湖泊跟湖的意思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说河流一样，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河你可以说河流，湖你可以说湖泊，比较正式的时候可以用再来湖面就是 surface， 湖的表面，以后你们看到面有非常多的意思，对不对？那你们知道面有很多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呢，我们有的同学很喜欢吃面 noodles 面。第二个意思，面有脸的意思 your face 也是面。第三个意思呢，就是 surface 表面。所以面其实有最主要有三个 meanings， 有三个意思。老师再说一次，第一个意思面 noodles， 第二个意思面是你的脸，你的脸是面。第三个指的就是 surface of something， 好，表面。
表面。周迪说我们国家的湖都有鳄鱼 ，Really？ 那就最好不要在你们国家里的湖游泳，太危险了。好，湖水指的就是 lake water。好，我们看句子，西湖是中国有名的什么？湖泊，答对了。西湖是中国有名的湖泊，湖水清澈的像一面镜子。哇，这个句子，慧君，你的句子太棒了啊！非常非常好的句子。好湖泊，湖泊，我没有念错吧？湖泊，这个字泊啊，泊，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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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泊啊，湖泊。有人会念湖泊，不会，湖泊应该是念湖泊。我查一下好了，我看一下大陆怎么念，大陆说不定有不一样的念法。湖，哦，我大陆念的不一样哎。湖泊，大陆念湖泊 ，Really？ 在台湾会念湖泊，大陆念湖泊啊。OK，I cannot accept that, but OK， 百度这样告诉我，大陆念湖泊，湖泊。好，我们台湾念湖泊啦。好吧，那看你们在大陆就念湖泊，在台湾是念湖泊。湖泊。好，我觉得没有人会念湖泊吧 ？I don't know。好，没关系，你们看看你们那边是怎么说的，你们那边的中国人是怎么说的。你们那边的中国人不晓得会怎么说，在台湾不会念湖泊，好奇怪，我们念湖泊。湖泊。Yeah, it's okay， 因为很多字它都台湾跟大陆会有不同的念法所以你们看一下你们那边的中国人是怎么念的。如果是湖泊我们是不会这样念，台湾念湖泊，这念富婆，富婆，富婆中国有非常多有名的湖泊，湖泊，中国有很多有名的湖泊。西湖啦，洞庭湖啦等等，非常有鄱阳湖啦，这些都是很有名的湖泊。富婆 rich lady， 富婆，湖泊，台湾念湖泊。好，没问题。好，不会，乔马你指出来很好，我没有想到大陆念的会不一样好，这个我也要学习一些不一样的发音方法这是好事情。好，西湖是中国有名的湖泊。好，台湾念湖泊。好，我们再往下看。好的，我们再来学习另外一个语法点A 好像 B， 比如说你长得很像你哥哥，哎呀，乔马，你长得好像你哥哥。或者是这支笔好像这一支笔两个东西很像，我们就可以用 A 好像 B。通常我们还会说一样，比如说乔马好像他哥哥一样，长得好像。乔马长得好像他哥哥一样，乔马长得好像他哥哥似的。我们也会说似的或一样，也可以不说，没关系所以 A 好像 B 比如说这个城市好像我的家乡，这个城市好像我的家乡。This city is like my hometown。这个城市好像我的家乡一样。这个城市好像我的家乡似的。好，一样是比较常用的，似的听起来比较 written language， 比较书面语。我们比较常用的是一样似的也可以比较书面语。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句子这片什么好像镜子一样。好，那这题的答案
这题的答案，我觉得两个可以，有2个词汇是可以的。好，2个词汇是可以的。好，这片湖面好像镜子一样，湖面是最好的答案哦。这湖水，各位同学，我觉得湖水不好，因为湖水指的是 water， 湖水，你可以说这里的湖水，我们一般会用这里的湖水 ，like the lake water here。我可以说这片湖泊好像镜子一样，可以。这片湖泊好像镜子，这片湖泊好像镜子一样。好，这个很难改这个习惯哦。这片湖泊好像镜子一样，可以哦。这片湖面好像镜子一样，可以。这片湖水可以啦，但是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会比较 prefer 湖面是最好的答案。这个没有对或错，我觉得我的感觉湖面是最好的。湖面是最好的答案。其实这3个都可以啦，我觉得湖面的答案最好，湖泊也可以，甚至你说这片湖也可以，所以都可以。那如果你说这片湖水，哎呀，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其实这3个答案都可以。所以其实各位同学，你要知道湖你可以说湖就可以了。正式一点，你说湖泊可以，湖面 surface， 湖水 you're emphasizing the water， 湖水，比如说你喝湖水，喝这里的湖水很清澈很干净，所以你就喝了这里的湖水。好，湖泊也可以，没问题，湖泊也可以，3个答案都可以了，3个答案都可以，没问题。中文是很 flexible 的，中文是很有弹性的，可以啊，没有什么不行，都可以，3个答案都可以。弟弟的脸好像哥哥一样，可以啊，弟弟的脸好像哥哥一样，可以，没问题。好，这片湖面好像镜子，好，镜子 mirror。老师现在考你们一个题目，请问镜子要用什么动词？ What's the collocation? What's the verb for like look into the mirror? 各位同学，我们英文说 look into the mirror， 中文要说什么镜子？什么镜子？什么镜子？老师现在在什么镜子？照镜子，答对了，很棒。照镜子，我们比较像用英文的 reflect， reflect， 照镜子。理查老师正在照镜子，好帅呀！I'm so handsome 。理查老师正在照镜子。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要刷牙，我们要洗脸，然后我们会照镜子，看看有没有哪些地方要整理一下。照镜子。我们会说一面，我们这个镜子的量词是面，一面镜子，一面镜子，好，一面镜子，一面镜子，好 ，OK，that's all for today，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课，那我们一般不会说看镜子，我们说照镜子，照镜子，看镜子是看镜子 ，look at。看镜子 ，OK， 好，明天见咯，明天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明天老师会讲一则有意思的小故事，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拜拜。